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新地诠释着人类的文明？如果给你5年时间，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他要在5年时间完成一个创新的经典设計，他可以達成願望嗎？如果將來呢個建築要有一個價值咧，一定要係一個當今時代嘅產品，係需要一個形象咧，係去引起人哋有個聯想，係同中國傳統士人文化有關。他和團隊希望在香港建構起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博物館，他們可以完成這個目標嗎？故宮文化其實係我哋中華5000年文明嘅載體，我哋要用一啲用新嘅科技啦、新嘅演繹去解釋呢啲文物，以至到產生共鳴。呢個係我哋好主要嘅目的。他與他的同事將在不到1000天的時間裏建起一個全新的博物館。他們是如何實現這個奇蹟的？新的故宮建成以後呢，也是整個維港的一個新的地標吧。他們即將用最新的科技來完成這個歷史任務。讓我們一起見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誕生。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正式對公眾開放。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914件珍貴文物將在這裡與香港和世界的觀眾見面。這也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以來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文物展覽。有人問為什麼香港需要有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回歸現在已經25年，故宮的文物是我們中華民族5000年的這個精粹。那麼文化藝術文物是一個非常好的載體，來做一個教育。所以從一個文化的資源的角度，或者是一個建立豐富旅遊資源的角度，都希望有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對於香港本土，尤其是香港嘅年青人咧，其實都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喺度。將來佢哋會嚟到呢度，我哋有個導賞團，俾佢哋啲學生嚟去認識下即係中國嘅文化。香港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城市，多元包容的城市。同時，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平台，把我們很豐富的中華文化走出去。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能夠透過香港這樣一個國際交流的這樣一個大的平台，能夠實現中華文化跟其他的文化的一種對話。同時呢，也會為香港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建設，我覺得是一種屬於一種文化的。香港誕生了一個故宮，一個全新的故宮，3面環海。層高45米，7層，9個展廳，3個現代化的中庭往上伸展相連，寓意着北京紫禁城的中軸線。紅色的大門，鑲嵌在地面上的玻璃金水橋，4022個金色外牆鋁板，都暗含着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化傳承。6800多件天花頂金屬掛件。懸掛於38米高度的中庭，15米高的玻璃落地窗，11000平方米清水牆面，都在展現香港的現代建築氣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故事，要從2015年的秋天說起。當時北京故宮博物院迎來了一批來自香港的客人。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林鄭月娥女士也在其中。
目的是参加一个国际交流活动。在他们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跟他在故宫里边走，可能当时已经没有什么游客，很宁静的环境我们走在一起，他就问，他说林太太，香港有没有地？跟林郑月娥提出此构想的是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当时由北京前往香港的航班因为天气关系而有所延误。与林郑月娥同行的还有后来担任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第1任馆长的吴志华先生，也亲身经历了这个历史的瞬间。应该是单院长提出，能不能我们这个合作永久的，能不能在香港有机会成立一个香港故宫这个项目说能不能建一个像展示故宫文化的博物馆。故宫呢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产品最丰富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到香港对于提升香港的文化地位、提升香港的文化影响力、使香港的辐射能力更强，这些方面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是一个双赢。因为我们这个特区政府非常的大手笔，把40万平方米的这个临海的这个西九龙的地，就打造一个文化区，所以我说我们有地这就回到香港，我这个时候第一时间我就打电话给翁清书仪，他就现在这个西九管理区这个总裁，我说馮太有件事情我們可能要趕快要去規劃一下啦。當時我最記得最多人問我就話，香港係一個文化沙漠嚟嘅喎，你搞唔起㗎啦。當時2015年底到2016年，我說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天時、地利、人和。我覺得要是在西九文化區有一個現代的博物館，那是 M+ 的博物館，但同時有一個非常古代的展示古代文物的博物館，這個就是能達到一個叫相得益彰的這個效果。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正尋求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把西九文化區打造成國際性的藝術文化社群，緊挨着國際金融中心，依傍着維多利亞港。於是，在2016年初，西九文化區為此成立了一個5人小組，他們開始低調而又緊張地籌備。在2016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落戶在西九文化區，作為香港又一個文化藝術的地標建築。誰來擔任建築設計師，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作为香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严迅奇所设计过的作品，除了中环金融中心及政府总部等香港标志性建筑以外，还有云南省博物馆与广东省博物馆。在2017年，他接受了設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個新的挑戰。大家都知道咧，施工期咧係相對緊張，設計期亦都相對緊張。其實一個博物館由設計開始到完工5年到6年，其實真係好少有嘅。咁呢個曾經試過係有好幾個禮拜咧，其實諗唔到係點做。設計的過程充滿着未知與挑戰，嚴迅奇看上去依舊從容。追求完美的他，內心或許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痛苦成日都係痛苦㗎啦，即係當你心大心細，有時又要考慮造價啦，考慮施工難度啦，亦都要考慮唔同嘅方位，你睇落去個唔同嘅感受。為了讓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未來能成為經典，於是他先後走訪了北京故宮、台北故宮博物院，去尋找靈感。北京故宮其實本身係一個展品，佢係幾百年前嘅建築，係
當時嗰個時代嘅建築，咁所以佢有個永恆嘅價值喺度。香港古文化博物館咧，如果將來呢個建築要有一個價值咧，一定要係一個當今時代嘅產品。咁所以咧，佢係一個現代化嘅建築。所以從來咧冇諗過香港古文化博物館要似北京故宮。咁而香港古文化博物館，我覺得係需要一個形象咧，係去引起人哋有個聯想，係同中國傳統士人文化有關嘅。北京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被称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最高典范。北京紫禁城它的整个规划布局，依据的是《周礼考工记》里的记载，前朝后世、左祖右社，包括三朝五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规划理念，从它的宫城到皇城，到整个大的北京城这么一个规划，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从紫禁城来说的话，它的中轴线，它的左右对称等等，都是按照这么一个规划理念来发展出来的。严迅奇希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不是北京紫禁城的复制品，而是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后，对故宫重新的诠释和呈现。于是他仔细观察了北京故宫的藏品，把感受到的线条、形态，那种属中国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审美观念，转化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创新的设计上。在书法中，他看到了飘逸的层次，流动而有序的美感。在这些瓦片中，他看到了独特的肌理色彩；在这些瓷器里，他看到了含蓄的华丽。在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9五之尊，北京故宫也体现了对于3和9的空间布局。这也启发他构想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3×3的9宫图布局，设立了9个展览厅。中庭采用了旋转設計，暗含着生生不息的寓意。咁入到裏邊中庭個天花睇落就好似故宮屋頂個瓦片，尤其一入去就係好工整嘅一個語型。但一去到升上去第2個中庭個空間嗰度咧，成個瓦片就飄起，飄到上另外一層。咁同樣嘅瓦片去到最頂一層中庭，喺個天窗嗰度咧，就變咗好似輕紗咁，等個天然光可以滲入去，似一塊好似冇重量嘅布幕咁樣上咗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築設計，除了故宮文化藝術的展現，還要兼顧現代感、安全實用、環保這幾個條件。嚴迅奇與他的同事認為，這座博物館是一座承載文物珍品的寶庫，是回望歷史的一扇窗口。外立面特別採用的鋼材，表面一層刻意促成的鏽蝕，顯露時光流逝的痕跡。3面環海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外掛的結構如果使用一般的低碳鋼材，懸浮在空氣中的海鹽力會加速其氧化，削弱鋼結構的安全承載力。設計團隊特別在鋼材的使用上，把鍍鋅的厚度由正常的50至75微米大幅增厚至140微米。做不鏽鋼定還是做 GMS 㗎嘛？即係種入個石之牆，種入去嗰度。結果我哋就希望可以慳翻啲錢啦。咁同埋亦都根據個顧問嘅報告咧，佢呢度就特別做厚咗嗰個 GMS 嗰個 coating。由85 micron 變到140個 micron，85就平均壽命20年到啦，140嘅話可以捱到去70幾年嘅，70幾至100年。係咁喺海邊3面圍海，驚唔驚？所以我哋要求個工程師加厚嗰個上面嗰個鍍鋅嗰個厚度，140 mil。還有一個細節，就是團隊引進了強化標準，在鋼材中調整了鎳和鉻的比例，來抑制海風對建築物的腐蝕，增強穩定性，讓建築物經得起環境給予時間的考驗。
在施工过程中，建筑设计团队、承建商与西九文化区三方有时候会出现不同的想法。为了解决彼此的分歧，达到更精准的建筑成果，团队对于建筑的物料和外形的设计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建构了3D 模型，反复进行模拟实验，一次又一次的沟通与协商，努力取得平衡。呢度所以成個其實係個光後面出嚟係靚，個光出嚟靚。他希望能利用阳光的变化，为建筑带来特别的光影效果，但大面积的光线可能会伤害到来自北京故宫的文物珍宝。當然大家有不同這個求同存異嘛。當然建築師很多希望都是能不能跟外界自然光多一些接觸。我們這個考慮就是當然第一就是文物保護了，很多我們故宮的文物都不能用自然光，紙張、絲綢之類的不能上自然光，所以這個光線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因為這些文物有時候是幾百年，有時可能是超過1000年，我們要好好保護它。要在安全使用、艺术美感的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严迅奇面临的一大挑战。最终，他在以文物安全为优先的情況下，設計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專屬的氣質和景觀。所以我哋做咗3個中庭係搭高，就令到人入到去一眼唔會睇晒，你會覺得好似上面另有洞天，咁而引起你嘅好奇心咁向上。咁而我哋亦都利用咗香港城市嘅特色，就係話唔同方向我哋有好唔同嘅景觀嘅，東西軸線對住入去第一個中庭咧，再上一個咧就向咗南邊，睇到成個香港城市嘅建制線，睇到維港，跟住再上一層嘅中庭咧，就向翻西邊睇到大嶼山。设计师充满创意的建筑构想，需要一个庞大的建筑团队来实现。这次承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是中建香港的团队，整个工程造价是22亿港币。他们组织了超过100人的专业管理团队，投入了1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利用了电脑技术设计了多个故宫模型。全过程采用了被称为 BIM 的建筑信息模型建构技术。我们将建筑信息模型，也就是我们称为的 BIM 技术，应用在了香港故宫建设的全过程，从图纸设计开始，到工厂生产，再到现场施工，从方案的模拟到进度计划的模拟、施工检验等，都实现了 BIM 模型的全过程的控制与出图。同时，我们在工艺上利用了智慧工地系统，我们称作为 C-Smart 系统，它可以从施工进度、安全、环保、质量管理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流程。在建筑中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复杂的施工项目，从设计师的建筑手稿转化成现实中的建筑物 ，BIM 无处不在。3D 模型、4D 施工模拟、VR、AR 激光扫描，这些最新的科学技術時刻應用在工程當中。香港出現第一宗新型肺炎高度懷疑個案，預計聽日會有最後結果。個患者正係喺瑪嘉烈醫院隔離治療。
香港在2020年1月爆发了首波新冠疫情，建筑团队面对着史无前例的冲击。这个疫情发展，我们就怕如果有一个工地有一个人出问题的話，整個工地就會封起來，可能有幾個禮拜，很麻煩。我同阿 Jun 就負責噴寫字樓，咁阿蘭姐日姐咧就負責噴啲架步。全球疫情肆虐，工人们一方面共同抗疫，一方面与时间赛跑，全力以赴地争取在2021年12月完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先后经历了混凝土供应短缺、钢结构停产、装修材料运输受阻等挑战。建筑团队制定了严格的防疫制度，对工程建设进行高效科学的规划，让工程可以顺利继续，自始至终没有停工一天。香港故宫2年8个月的建设期，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处于疫情期。同时呢，香港故宫的建设工艺要求特别高，为实现上宽下巨、顶虚底实的建筑造型，外墙使用了倾斜度高达1:3的清水混凝土结构。清水混凝土也是这个整个这个项目一个最大的特点之一，也是一个难点。它从这个织模板到这个浇筑的过程，这个每一步呢都要控制的很好，才能保证到最后这个成品一次出来呢就是很完美。将来这个展品都非常珍贵，我们也确保它非常安全的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展览、储存、运输。那么整个这一些配套的一些功能上的要求呢，都是要绝对是要100%的满足这个设计的要求。那机电系统是建筑的。机电啊，机电系统，我觉得是建筑的灵魂。但是它隐藏在里头。是你一个建筑，比如说你在做结构的阶段，平地起楼，那么肯定这个是最基本的啊。然后做完结构以后呢，就是外立面，然后里边的这些间隔一些粗装修到精装修。那么我们入了设备，有了这个电，有了水，整个这个建筑才有生命，人才能住。我想跟古代建筑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机电设备了。600多年前，在建造北京紫禁城的时候，没有现代化的冷气、照明等机电设备，没有自来水系统，也没有电子的安全监控系统。这个全新的故宫充满21世纪的现代科技。尤为特别的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独有的恒温恒湿系统，要求平均温度是20摄氏度，上下浮动不能超过2度，平均湿度是55%，上下不超过5%，一年四季自动调节。这里是位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地下的一个心脏系统，它是维持博物馆日常运作的恒温恒湿系统控制中心。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整体面积为4万多平方米，相等于将近6个标准足球场。博物馆对机电系统要求极高，冷气系统采用了相当于2800个家用空调的制冷功率。它的那个湿度控制的系统和我们这个表的上面的系统不能超过2度。26.8厘米。每个展览厅及展柜中，只要空气里的温湿度出现了变化，都会立刻完整反馈到此中央系统，以便工作人员时刻调节博物馆的空气数据。建造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承载千年文化的大国名片，他们努力尽善尽美地去完成每一个细节。漏水问题一直是项目质量管理的重点。建筑团队对于高风险渗漏位置
进行超过200次防水实验。但这我们发现，我们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有些部分位置呢还在暴雨或者是风球的情况下，还会出现一些漏水的状况。所以现在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用一些复杂一点的、麻烦一点的手段去模仿整个暴雨的过程，来测试它这个防水性能是否能达到要求。咁你幫手開個水，我哋做個測試啊。針對2021年8號風球後所發現的個別漏水位置，他們採用了高規格的試水測試，用3倍於黑雨的雨量進行長時間的防水測試。每個位置的測試時長從標準規定的5分鐘延長至1小時，以確保萬無一失。这样壮观的场面是消防系统测试，专业名称为长距离花洒测试，是每一个公共建筑的施工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因為佢中間安嗰個係。可唔可以俾一個我睇睇？俾一個我。哦，佢哋中間穿過去。係啦。呢個係玻璃嚟。玻璃嚟㗎。睇到。OK。哦，咁佢中間即係穿咗過嚟之後，呢度就係上翻佢。如果即係一個日頭咧就冇乜大效果嘅，因為啲門開晒啦。係啊。如果夜晚閂一管咧，如果你裏邊着翻少少燈咧，咁佢就會滲啲光出去。所以個隨便你要唔要冇乜所謂嘅。係啦。佢呢個睇一睇嗰個唔會俾人剝啊嘛？拎走佢。咁啊？呢個小心可能有問題。要睇下先啊，睇下有冇法子。係啊，令到唔可以俾人扭。係啊。呢個有咩方法咧？即係出喺出邊嗰度嘅。紅色的大門，透明的玻璃門釘，是這個博物館又一個視覺亮點。入口處安裝了10扇大門，每一個大門上裝有9981個門釘。一共是810個玻璃門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午門的大門上也是同樣的排列。你看這個門釘啊，午門這門釘就是它一共是9981個。這9981個是什麼呢？就是叫9路9顆。就是什麼是路呢？就是1路、2路、3路，一直往上面9路。然後呢，每一路有9顆，這是9981。中國這種傳統的這種禮制文化，對吧？9是一個最大的這麼一個陽數，所以呢，這個9981顆它有一個這麼一個規制的要求。廁所時嘅啫，試完就整一抽俾攝片。我哋走，咁你揾多兄弟上嚟啦，係嘛？有，我咁大個兄弟喺度。得啦。咁啊，我哋係首先咧係我哋自己 check 過一次嘅，即係中間我哋要準備 ready， 之後咧就同佢哋咧做一次驗收。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交鎖匙俾佢哋。首先就第一次試咧，咪落晒。OK， 有冇一啲異常嘅聲音？個速度係咪唔正常？明唔明啊？有時咣咁，可能佢裏邊有啲嘢鬆咗，諸如此類。其實主要我哋天地牆啦，先 check 下天花啦，有冇咩特別嘅遺漏啊、缺陷啊，牆身睇下平整啦，滑唔滑啦，因為油漆係咪？呢個我哋叫 full box。呢個好特別嘅。將來呢啲展櫃咧就係呢啲位置，呢個俾電。咁呢度咧就要求佢一平咯，同埋咧就可以。即係可以 check 翻嗰啲電咯。咁呢個9個展廳咧交咗7個，依家剩低呢2個咧，就今日交埋。冇錯。交埋之後咧，所有展廳就交晒。
2021年12月20日这一天，建筑团队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的展厅完成交付。紧接在2022年1月28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大楼也会完成交付工作。一座于香港的标志性建筑就建立在西九文化区，这些金黄色的外立面就像是北京故宫的琉璃瓦，由4022件金色曲面铝板所组成。铝板背后一共有598个组合支架，支架后边有1200个马件。在未来，它会经历香港的特有天气，就是台风和暴雨。每一个金属外面都有不一样的弧度，每一个瓦片本身就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距离开幕时间还有2个月，工人们每天都在完善新家的设计，提升整体建筑的完美度。博物馆的雏形已经迎向大家的眼前。这一天，严迅奇再一次来到工地，跟馆长观察博物馆的成品，谈到了光影的效果，又检查了博物馆在即将开馆前的状态。呢度有3盞㗎。呢個有3盞，而家開晒未？而家開晒。係啊，呢邊未到啊嘛。呢邊其實 OK 嘅，呢邊其實。如果你而家今日天陰咧，呢邊其實 OK。我唔想將個牆咧，成個牆係光晒。係啊，我就想講綠盞射多啲中間嗰埲。嗰個位，啊，就唔需要射 escalator 前邊嗰個，嗰度已經夠晒啦。啱。出邊光，我成日都講翻。光同暗嗰個咧，嗰個如果係太暗咧，嗰個對比係唔舒服，同埋出邊入嚟嗰度咧。Imagine 兩邊就啱2個名啦，中文英文。故宮出嚟。在不到1000天的时间里，这个博物馆终于被建造起来。设计师和工程的负责人再一次的见面。从只是一张设计图纸上的创意构想，到2人真实地走进了如此庞大的建筑物中，他们还在为这个建筑最后的完善进行着沟通。整5年啦，6年，差唔多6年。6年啦，即係包埋前期。係啊，包埋前期。做個博物館嚟講係算短嘅，呢個我唔係好擔心，呢個應該冇問題嘅，係照上嗰個。即係天窗嗰個呢幾座啊嘛，呢幾座係嘛？係啦，幫埋呢度之前話加嗰啲鐵紙啦，都加晒啦，係咪？嗰個幾好出到嚟。呢度咧本嚟仲有啲問題嘅，就係嗰條燈帶咧就露晒出嚟。你呢個起完之後咧，擺好多年，係咪？即係50年、100年，唔輕易再嚟去搞去修理，嗱，即係冇乜機會去執㗎。係啦，一次就搞掂。係啊，一次搞掂。建築係成個城市一部分，所以建築對我嚟講，永遠唔可以係自我中心，佢係要顧及佢對城市嘅影響啦。而建築最終係人用嘅，咁所以人喺建築裏面嘅感受，始終係決定呢個建築嗰個恒久嘅價值係去到邊度。5年的时间，从零开始的建构，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与时间赛跑的历史任务。这个梦想从几个人开始，到几百人、几千人，一个博物馆如期在香港西九文化区被建造了起来。3面环海，面朝着维多利亚港，联系着一个名字——故宫。
唔係細嗰間都係反嚟嘅2間，因為但是我们这个要做什么，这个要先选。要是万紫千红跟饮食文化，两个选一个。我觉得好看的其实是万紫千红还是比较好看，但是呢，从 popular 从它这个观众啊，香港观众本体，这样吧，这样你就2个方案。2021年12月10日，对所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同事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他们在这一天需要搬离临时搭建的办公室，正式入住博物馆的新家。佢起係應該會搬晒啲嘢走噶啦。此時距離開館的目標時間不到200天。這是我們流浪的最後一站。對，最後一天。你們搬了幾次家啊？搬了5次。興奮，非常非常興奮，就是終於能到館裡頭工作了。這個回想到5年前，我覺得站在這裡的時候，這裡什麼都沒有，我們挑了這個地方，跟我們同事一起說，我們的館建在這裡吧。然後慢慢在過去4年，慢慢看到它從一層一層蓋起來，今天終於可能可以搬進去。香港作為中國的粵語文化地區，有着很多傳統習俗，小到一個家庭的搬家，大到機構的進駐，都會舉行一個入住儀式，讓大家可以開心順利地開啟新的生活。Two major museums in a year, probably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has ever done that. And I've noticed the vitality, the energy that all of you are projecting, and which is wonderful. 建设方陆续把9个展厅和大楼的公共空间完成交付。接下来，他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完善所有展厅的设备与装置，以最理想的状态迎接北京故宫文物的到来。 Quindi questo è fatto, questo lo devi fare adesso. Yeah, we are installing the wall cases. This is a special showcases, and the guys now make a regulation for the opening of the glass door. 他们来自意大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之所以选择他们，因为他们是世界上一流的团队。 他们所采用的展柜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安全、最可靠的，而他们使用的玻璃也曾经同样使用在法国卢浮宫《蒙娜丽莎》这个作品的保护中。This is a special showcases, wall cases. Part of this showcases is the membrane system that we have in the top. The membrane system is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humidity inside of the showcases. We have also a double system that is a passive system with the silica gel. When we have some problem in the electrical blackout or something, we have a double system, and so the silica gel, so the passive system can keep safe the artifacts inside of the showcase. So, why do you? For the shock. For the shock, yeah. I do the shock for the showcase, for somebody moving in some time. And when you moving this one, the sensor shock switch on. Switch on, give the signal of the central room in the museum. – 我们特地从去年开始就在扬州定做了这个手工制作的这个传统大漆桌子，为了我们这个书画修复。这个桌是有3.6米长，应该在香港算是数1数2的手工做的大漆桌子。落多啲過嚟，攞住先，攞住
咁開嘢先，1500。係啊，總之赤包晒啦。好。而家包晒。好。可以。Thank you， 謝謝你。那因為這個紅色呢，對於紙張來說有一個比較強的反差。那麼在中國畫裡面有很多的這個紙是有很多層的，在修復過程中，所以我們用這個紅色的大漆桌子是可以看到每一層紙的這個不一樣的分層，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漿糊在紙上的這個均勻程度，所以這個紅色大漆桌子可以說是我們傳統中國書畫修復必不可少的一個工具。9個展廳從一張白紙的狀態開始添加展櫃、多媒體裝置。在不久的未來，有很多遊客、很多觀眾會來到這裡，他們可能無法關注很多細節。在開館以前，工人們還在耐心細緻打磨這個博物館的每一個角落。而北京故宮的914件珍貴文物將在1個多月後來到這裡。對於年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來說，文物的安全和公共空間的管理是維持博物館日常運作的基本要素。於是他們採取了高標準的安檢設備來保護每一個到訪的人員。距離開館時間越來越近，保安團隊幾乎每天都進行着這樣的訓練。今天的訓練內容是，在遊客進入安檢通道發現緊急狀況時，該如何處理。前面咧要保持翻適當嘅禮貌，要拗翻嚟啫。Code bubble， 唔似頭先你講咗 code bubble 啦。點解你會 code bubble 咧？咁其實大家就好容易、好顯淺咁睇到嘅，就係因為其實裡面都已經有，其實咧裏邊解釋翻俾同事睇咧，佢哋嗌 code bubble 就係因為有啲特別嘅物品發現咗啦。而呢啲物品咧，香港嚟講咧，應該都係一啲違法嘅嘢嚟嘅。咁我哋就通知翻控制中心，由控制中心通知翻有關嘅人員嚟處理㗎啦。而在明天，他們將迎來北京故宮的第一批文物。鬆一點，鬆一點。故宮是曾經的明清兩代的皇宮，但是今天它的身份已經徹底改變，它變成了人民的博物館，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它館藏的將近200萬件這種文物，它承載的是古代勞動人民的一種智慧創造，它記錄了我們中華5000年文明不同歷史時期的一些人對世界的認識、對人的認識、對社會的認識，所以它是一個5000年文明的一個承載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匯聚地。中華文化有5000多年源遠流長的歷史，怎麼樣能夠進一步傳承下去，更要走出去，向世界展示我們新中國的軟實力的。透過香港這個平台，我認為我們是得天獨厚。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唔係故宮嘅分館，唔需要係一模一樣嘅，而係一定要有佢自己嘅特色。佢嘅特色就係用香港嘅策展嘅方法，用我哋香港策展人嘅視野去策劃呢一個嘅故宮裏邊嘅展覽。所以呢一樣嘢就令到我哋咧係能夠係與眾不同、獨一無二嘅。香港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一個平台。我們故宮博物院一直以來說跟世界上的各大主要博物館都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啊。那麼未來呢，借助香港故宮這個平台，那麼可以大家開展更多的合作啊。那麼比如文物展覽可以是互換的，也可以是大家就一個主題啊共同來組織一個展覽。比如這次的這個馬文化展，就是有我們的藏品，也有盧浮宮的藏品啊，類似的合作，我想未來會非常多。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定位係一間全球性嘅中國文化藝術博物館。我哋會將世界唔同嘅文化帶嚟香港，帶嚟中國。同一時間，我哋亦會將我哋中國文化藝術帶落去世界。咁呢個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定位。佢哋除咗可以嚟博物館參觀之外，我哋亦會主動將呢一啲嘅文化藝術帶入社區，帶俾唔同嘅階層啦、唔同嘅地區嘅市民去觀賞、去參與。呢個都係我哋建館嘅目標。這是一個被全新定義的故宮，一座屬於香港的故宮文化博物館。每一處的空間佈局都有創新的概念。2022年的夏季，1000年的筆墨，神秘的宮廷生活，凝土為器，化為金盞花雲，帶來當代人博古的憂思。歷史的傳承，紫金萬象，都會在這裡一一呈現。故宮珍寶的運輸，開幕大展的巧思。兩座故宮傳承，當代藝術家的創新，盡在第2季文脈，等你來看。